我们刚刚讲到哈，就这一个事件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家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当洪胜汉委员坐在我们节目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我上个礼拜我之前就已经有接到这个案件了，那我也大概知道听过一些鬼故事。那这么多委员都听过鬼故事，为什么这个事情还会发生？那其实呢，在事件发生之后，洪胜汉据说也有在他们自己民进党的常会里面告诉大家，这事情烧起来不简单哦。结果后来说是因为卡在他就是一个文官身份，他就是公务员，你知道吗？公务员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你要真的能够把他给汰除，或是真的能够对他做出一些惩戒什么的，并不是太容易。好，我们等等会来继续聊这个部分。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呢是已经烧起来，明确的就是烧向赖清德，他是总统嘛，在他底下。陈菊今天呢，他有心腹出来，干我们什么事啊？都说他局势跟我们没关系，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可是不管怎么说，大家的感受就是那个裙带关系，刚刚委员提到的后面靠山有谁这件事情，好像在现在赖清德政府里面很重要，包括他最近的一些用人啦，交通部长啦，这个金联董座啦，资策会董座啦之类的，这种给人家后面有谁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对的官场文化，或是一个值得应该来检讨的官场文化。来请教议员。其实啊，这起职场霸凌的这个不幸的事件，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了哈，它是已经深刻暴露出我们这个政府啊内部管理的重大缺失哦，而且也很重要，更令人担忧就是说，这样的悲剧啊，它不但已经引发人民对民进党用人文化的一个怀疑哦，另外对刚刚提到的裙带关系哦，还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仇庸派系政治的斗争啊，都产生非常大的利益，而且这绝对不会只是劳动部的问题，好，这绝对不会而是整个官僚体系都已经失控失灵的问题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发之后的态度哈，他们的态度。首先，我们从这个报告来看，其中提到四个字，我才到现在我想到我都气了，我都快要讲不清楚话了。目的良善，居然有这种说法可以说得出来。请问一下，目的良善是什么意思？他说啊，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调查报告必须要兼顾平衡。请问一下，你又不是新闻媒体，你只要陈述事实，中立的陈述事实就好。什么叫做还要兼顾平衡？然后就有个所谓的目的良善，难道目的良善就是你唯一的借口吗？好，再来，他说这是官方的这个专业用语，请问一下，目的良善四个字怎么样来可以算是这个专业的用语哦？我个人看起来就是这个官相护一个集体的共犯结构哦，这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可取。刚刚有提到哦，劳动部不该是全国首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弱势劳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机关吗？怎么会在你劳动部发生这样子离谱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这样的状况哈，霸凌其实有3种模式哈，第一个。言语攻击、辱骂、贬低或者是侮辱。第二个，行为上的欺压，比方说过度指派工作，或者我希望你在凌晨1点半都要回我的讯息。第三个，故意的孤立或者是施加压力，或不管是心理的压力或是生理上的，它全中。这样的罪证确凿的情况下，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来做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开脱？所有的道歉都没有真实真诚的态度，难道？一条人命不值你劳动部诚恳真挚的对这个亡者道歉，对我们广大人民道歉吗？到现在所有的报告看不出来一点诚意，还有说什么啊？这个不幸往生的这个公务员，他的死跟我的领导风格无关，跟你的领导风格无关，到底跟什么有关？我真的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心痛，在这边做评论哦。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个个案哦，所以我这边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全体的国民哦，我们要一起来监督这个政府啊，好好让这个政府让这种不幸的事情不要再发生。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幸往生，幸好他后面还有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多的关联的，是而不是一个很冷血的说对不起，这跟我的领导风格无关，这跟我都没有关系。所以你的道歉看得出来没有任何的诚意，没有任何真正想要解决问题的诚意。刚刚有提到，或许。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整个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部门，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类似的情形在桌角没有被发现？我觉得值得大家重视。好，其实呢，现在有啦，政府呢在总统讲话、行政院长讲话之后有动起来，来看到新北检现在呢已经分他自案来侦办了，谢宜荣他也被列为。被告调查，这里面除了要查他到底跟这霸凌有没有关系之外，更多因为呢，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呢，也被发现了，说他其实呢还有用公务去买一些礼物等等的问题，那这些呢到底有没有图利的可能等等，好，这些通通都要查，但是也必须要理解大家为什么对于那个调查报告这么样的在意，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是可能变成他的一个护身符跟底气呀、你有没有发现，昨天呢，他在这个律师信里面所有的声明都是什么？就是根据行政调查报告，根据行政调查报告，根据行政调查报告，行政调查报告看起来他很好啊，他只是目的良善，他只是希望让他有这个好的一个团队跟领导而已啊，这不就变成他一个开脱词吗？来。政府是绝对不会去进行任何护短的行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老实说真的非常痛心。我自己在新北市议会，我自己也常常在接一些霸凌的案件，不管是学校的，或者是公务机关的，或者是私领域的，其实都蛮多。那我觉得每遇到这个信，我们都觉得很难过，因为那一定是有一个上对下的关系。那在某个权力的结构上面，他没有办法获得他的一个心情上的平复，所以这个事件发生，我们真的非常的难过。那当然也是要积极处理，但政府绝对不会护短。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全面动起来，那对于这个谢宜容的状况，就我们也处理他2大过，那目前停职的状况，那未来在相关的程序完备之后，他也很有可能会直接就免职，然后终身不得录用公务员。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努力在弥补这样的一个创伤，那我们也真的非常抱歉，但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真的没有护短。那当时何佩珊部长他打给何博文副秘，他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希望透过他去跟李宇翔做联系，因为他不认识李宇翔，那最主要的是希望可以拿到他当初这个爆料的资料。那才有办法去进一步去厘清更多的细节。那因为这个对于调查报告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并不是说要去施压或者去关说任何的情势，绝对没有。我们就希望这个事情赶快水落石出。那我想总统本人也非常的在意，也非常的重视。那希望这个事情可以赶快处理。那我想刚刚所谓这个是不是有派系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绝对是没有的，因为其实事务官你要知道，政党是会轮替的，不管是在地方或在中央，其实政党是会轮替。基本上公务员他可以做一辈子，只要他没有犯很大的错。我们刚刚说，公务员要离开他的现职是非常非常困难，要有重大的过失，所以基本上他靠上任何一个政党其实都没有好处，因为政党会轮替啊，你轮到下一个执政党，他如果被贴上什么标签，其实对他本身的升职是不利的。所以对于这个行政中立来说，这个本来就是事务官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因为今天谢宜容他就是一个事务官，那我想他在这个升迁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一定他也会有他做不好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严加的去审视。那今天这个事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跟难过。那我个人认为也绝对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处理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前面确实就我觉得大家在感受上面没有感觉到这么积极，但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做后续的弥补。那我觉得后面我们该做的司法程序、该做的行政程序，我们都在完备。那我们会努力，那也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其实呢，在目前政府的这些作为，很多人也是看在眼里啦。因为速度感，我们就刚刚提到了嘛，为什么昨天一整天那个惩处会突然之间也没有开会，同一个会同一份报告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停止？可以的。2月的时候有多少人去澄清？结果没有下文，有次长去谈啊，谈了之后次长离职啦。这个3个时机通通都没有，才会造成今天血流成河。大家也要问，为什么前面发生的这件事情，不管是前部长、现任部长，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家都说，哎呀，不会啊，我当时有知道，我一定会处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才可怕啊！请教蓝轩姐。是啊，我是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当然这个连这个总统跟这个行政院长都那么难堪了，那当然是不能护短了但是呢，可能过去这2-3天没有护短，那请问2-3天之前呢？从11月4号开始。就人轻生了。如果你真要调查，你真的觉得痛，你真的觉得像蔡英文说的，劳工是我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如果真的民进党是这样子，民进党是算是很多人是公运出身的，但是你真正如果把劳工放在心里面，你会这样子吗？这个谢宜容还可以到国外去吗？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在国外。那所有的人在替他呢擦屁股的时候，他突然间砰的一声来一个12点声明啊，找律师说什么，连批评行政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朝令夕改都可以讲得出来。所以你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啊？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我觉得整体来看这事情真的很严重，因为我觉得对于劳工，对于一些类似环保的议题什么公运、社运跟劳运这些都是民进党的根基但是当你连这个事情都已经因为你长期执政之后，你没有感受到这个真正底层的心声的时候，我认为它已经像癌细胞扩散一样了。你不开刀动手术，我觉得它只能够等待政治死亡。我觉得很简单讲，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民进党要这样去认知，我觉得它现在看起来像是危机处理，它只是一个危机，可能会影响到政权的危机。过去之后呢，是不是真的你会改过向善？你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了人民的怒吼？我觉得未必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要去理解，我觉得民进党要去理解为什么他会大家那么的愤怒。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行政体系的反应大家会那么的生气，没有办法接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到底怎么样发生的？它不是一件事情单一的，刚刚也讲了冰山的一角，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回到第一个，为什么会引爆？你你看大家为什么那么生气？你光去看，你看到那个无性员工的身影，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不敢看那个影片。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能有过那样子的工作状态，早上5点出门，到晚上7、8点才回家，不是1天，不是2天，是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这第一个。第二个，清晨接赖，晚上接赖，周末接赖，礼拜天接赖，没有接到赖，没有反应，还要被叫去骂，还丢公文，还骂你猪，这可以吗？好，那接下来当下忍不住了，不止他自己忍不住，旁人也看不了了，申诉有用吗？他不是今年11月4号才因为受不了轻生，他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去跟次长，就后来跟次长去申诉之后，刚才你也说了，次长也走人了，然后呢，署长知道了，署长回过头来调查这件事情，把所有的秘书什么叫来骂，所有的资料你敢外传，一切的就要寄生界之类的，有这样的申诉的吗？你整个去看，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它透露出来的讯息，你不觉得很像 Me Too 吗？在 Me Too 事件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接得住他们，你接住了吗？你以为有申诉管道，他去申诉啦，那然后呢？你被算账啦，那署长有任何的影响吗？没有。今年2月到现在，那个更早以前，离职潮大家看不到吗？从去年3月到今年11月，1年8个月的时间，走了81个人。你去看他们说编制里面才多少人？编制里面才100多个人，走了81个人。那说什么主任缺10个，走了9个，科长缺6个，走了5个。所有的人是瞎子吗？那这个署长在那样子用这种方式去管事情，去看身心科的看身心科，然后呢痛不欲生的降职，宁愿降职也要跳槽。你在公务机关，你要去想象这个事情，拿到铁饭碗进去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有人想升都升不了了，说啊，我愿意降职请调，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让公务人员愿意降职请调？那没有这个消息是密不透风吗？没有人知道吗？他的长官没有人知道吗？你不要讲何佩珊，他是分署长，总有上面还有长官嘛？那这些人都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大家是眼睁睁的看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集体炸锅。我觉得全台湾所有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很少人都是资方，资方可能占了10%、20%而已，大部分人都是劳工，而且劳动部在替劳工争取权益。是劳动部告诉企业主说，不要随便发赖，这个要注意工时。你们的公司里面呢，不能有太多约聘雇。你去看这个员工，他说为什么他那个专案那么的辛苦，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因为只有他一个正职。是啊，其他人都是约聘雇。对，你不是荒天下之大稽吗？你劳动部叫大家呢，尽可能要聘正职员工，才会有福利，才会有保障，才会有退休金。你都用这种走灰色地带的，请了一大堆约聘雇，所以到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没有人要去做事情，就让这个人累到死。那所以这个事情，你劳动部自己说的，就是你自己说的，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到，而且你比冠老板还可怕。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说这个他是一个冠老板，我觉得冠老板还有点半开玩笑，那个有点出气。我觉得他是一个恶魔。我说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恶魔。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在道歉，他没道歉。后来出来道歉了以后呢，就发那个12点声明，看起来不只是认为说他的死跟他没有关。还打算要跟行政院的调查的报告好像要对杠一样，我什么样的一个人会在员工过世之后，你就算直接间接的话，不是我直接害死他，你有没有一点点愧疚？而且你看所行所为，那么多人去申诉，你的作为，你让81个人离职，你没有任何可以需要检讨的地方吗？都在检讨别人，你最棒，你那么厉害。然后我刚刚就说了，从今年2月。到后来的调查报告，到后来的何佩珊的昨天早上，都在袒护啊。那为什么袒护呢？那不就这个官官相护吗？那你说你不能怪别人说他背后是不是有靠山嘛？那别人为什么呢？不是为什么嘛？你找出一个原因告诉我为什么？好，如果不是陈菊，不是大陈菊，不是小陈菊，因为许明春的绰号叫小陈菊嘛，那是谁？是为什么他可以那么的有底气？这个太夸张。如果说一个国家，他会到最后某个派系的人。或者某些人在某个部会里面，可以这样的势力那么庞大，然后所有的人都不敢惹他，然后上面的人，你去很难想，总统、院长、部长为你道歉，他还可以这样发律师函。
我是真的不晓得他是什么来头啦哦。我觉得他对不起的不只是这位无薪员工，我觉得他对不起这份工作，他凭什么进到这个位置，我都觉得很怀疑。我觉得他对不起整个国家。好，他这个整个升迁，大家有人讲他是坐直升机从6、7职等跳到了11职等，到底谁拔擢他？很多人提到这个人许明春，他今天也出来开记者会，他说不是我拔擢他的，不是我，那是谁嘞？我们先进广告。好，真的让大家开了眼界。全党会议人，行政院长道歉，总统道歉，结果呢，当事人出来说我没有说要辞职，发了一个声明函出来呢，看起来什么都跟他没有关系。当然了，他有机会，他有权利来维护他个人的权益，因为之后现在北检进入调查了嘛，新北检进入调查，他之后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司法调查。好，大家就要问背景到底有多硬？结果呢，大家就有粉专呢来铺他的升官时间线，你拉开来一看，就会发现真的跟许明春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啊！毕竟呢，他那个时候从这个劳动部长的办公室里面可以直接升到分署长，那到底是谁拔擢他的？中间这位许传胜，也就是这次来写这个调查报告调查小组的是召集人，曾经讲过什么？曾经讲过说，哎呀，其实我知道他只比较急而已啦，他是一个蛮好的人。你觉得他蛮好？那现在这个调查报告让大家觉得好吗？真的全部都是事实吗？到底有没有人是局外人？连陈莹昨天呢，他在做这一些备询答询的时候，他都想问说后台到底是有多硬？为什么门神有多高，会让这么多人都不敢动？那黄国昌就直接点名许明春了。结果许明春今天出来开会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哎呀，如果当时往上报，我一定处理。说是我拔擢他，我去交代升任他，没有这回事。而且呢，牵涉到职场霸凌，我绝对零容忍。但是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说话吗？”这件事情哦，当然它让大家愤怒的是有好几个爆点。那当然其中之一就是谢宜荣他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以昨天他整个的发展，第一个劳动部长请辞，院长出来道歉，总统后来也在脸书出来道歉，那大家就会觉得你后台太硬了吧？大家都道歉了，就是你没有出来道歉。那当然到了稍晚的时候呢，他就出来道歉。可是呢，他道歉只是针对说他对员工如果造成这个大家觉得有不好的感觉，他致歉。然后他特别提醒一点是什么呢？是这位吴姓公务员之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栽我，这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第二点呢，他更猛了。他在最后的律师函里面直接直指这样的处理的行政程序，谁处理？不就劳动部处理的吗？他用了几个形容词这叫做便宜行事，这叫做朝令夕改，这叫做未审先判，猛不猛？就直接说你凭什么帮我免除职务？那当然，最后就是谢宜荣现在变成还有去移送检调嘛，那个行政院说移送检调，但是呢，就是因为整个的处理的流程是随着舆论的步调而处理，因为你没有之前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你没有好好处理。我讲的2个多礼拜，还是这个吴姓公务员他轻生之后他之前还有人跟你申诉，包含这个次长王安邦去跟他谈了之后。最后离职的不是这个谢宜荣，是王安邦所以大家更觉得更傻眼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后台？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之前好好处理的话，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那刚才也讲说，是不是在这之中我们没有局外人？这个局就是陈局的局。谢宜荣他是怎么升官的？因为他确实是从许明春的办公室，然后直接当这个北分署的分署长。照理说，在这个职务之前，当分署长之前，还有一个组长的历练，他没有当组长。所以呢，我昨天看到有这个有台的这个 call in 就是有他们的员工说，他就跟员工说，我是坐着直升机来的。他跟员工这样子，我是坐着直升机来的大家当然对他非常的敬畏那他确实呢是在许明春的任内跳过了这个分署里面应该担任组长，他直接当分署长。
那在这一次他的整个的调查里面，是那个何佩珊不讲说，哎，我们是外部委员，他讲了2个外部委员。我跟你讲，他避重就轻。这个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呢，就是那位许传胜，就是现在的政务次长。许传胜大家也看到他的背景嘛，一路受陈菊的提拔，对，好，一路受，因为他在那个陈菊当高雄市，他都当他高雄市的政务官呢。那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过去陈菊不管是以前的台北市劳动局长，还有这个以前劳动署署长，对劳委会主委，所以呢，他在劳界其实有他一股势力。你看这些人，包含许明春被称为小花猫嘛，小花妈。然后呢，这个许传胜呢，他也是那个局系的人嘛。所以我说，这叫做局系调查局系耶。所以大家没有局外人，陈局的局没有局外人，这种调查合理吗？而且许传胜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如同刚才燕莹所讲的，他还直接说，他说我跟他其实是很熟啦。哦，他就是个性急了一点。你是召集人呢，结果你讲这个话是怎么带什么样的风向吗？是好，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整个的用人的过程里面，用人为亲，好，或者现在是用人为赖，好，这都是我们最害怕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政务体系或者是在官僚体系的用人，现在我老实说啊。不是只有这个劳动部，其实我们现在外交体系更多啦。我不想扯太远。现在一堆龙友友完全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就是指挥哈，也让他去当奥地利的大使啦。哈，如果都是这样子用人为亲、用人为赖，然后都是比后台的话，那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大家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他应该有的公道嘛。刚才提到就说洪胜汉说，我早就知道一些鬼故事了。你知道也有立法委员在调资料，甚至有立法委员去打电话给这个分署长。其结果换来是什么呢？这个分署长开始呢调查内部，而且叫内部大家不要随便到外面讲话，你不要随便去跟民代讲话，你不要随便去跟那个媒体讲话，然后还在那边精神喊话，做不做得到？大家要讲做得到，做不做得到？大家要做得到。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公务体系已经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些霸凌，而且你申诉回来之后，不但没有办法取得公道，还要换来精神喊话，有的甚至很恶劣的，还要去抓追哨者。今天不是发生一个吗？海科馆，海科馆10月底就被爆料，结果呢，他到11月中旬在干什么呢？抓追哨者。如果我们公务体系是这样处理的话，我们真的很难避免，我们也很担心下一个悲剧的产生。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被无限延上了，所以呢，现在你就看到了花妈的这个心腹哦，就是前高雄市行政暨国际处的处长全琼华出来讲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不要说他是局内人的，他怎么局外人、局内跟局都没有关系就对了啊，反正大家尽地的撇清。但问题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官场文化，还有这个整个大政府体系之下的用人思维，请教一下湘龙哥，这该怎么办？每个坐直升机上来的人，直升机不是一般人可以坐的。每个坐直升机上来的人，后面一定是有人的。只要去了解，就是说，这个人凭什么，他可以跳脱一切的官制官规，直接摆到某个位置上面。通常你只会看到现在的有些得到权势了之后，一招权在手，开始用一些特别的用人的方式。来让你知道谁是老大，有点像是现在的川普，但是民进党在过去对于文官体制的破坏一直都非常的严重，基本上面感觉上面好像是一个斗争策略，是要摧毁党政军体系里面的国民党，所以呢，用所有破坏式的用人，但这种破坏式的用人终究是有后遗症。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这名的无姓员工，我看了他的这些相关的。压垮他的那种的工作的形态，那不是人。今天当我们都在讨论周休2日，希望再多休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在嘲笑大陆是996的时候，他不是996啊，他早上5点就开始啊，而且呢长时间，早上5点到晚上9点，他那是596、597啊，天天。那个谁受得了？几乎回到家呢，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洗个澡睡觉马上就准备要出门了。还有接 line。对，就说连周末的时间呢，都还是一样，就是你会长时间的呢那种情绪紧绷。以他的年纪来讲，公务员其实
不只是像是这样的一个公务员，其实最近的军公教警的自杀率都很高。本身呢，作为一个特别权力关系，他本来就很容易受困在那种权力关系里面，就是长官呢对你呢有考核、有用人、有升迁、有决定能不能拿退休金的那个权利，能让你的办公室里面过得快乐不快乐。所以呢，在一个军公教警的体系里面来讲，你只要一旦不能适应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的前途茫茫，30好几，快40岁，我要走吗？走了之后我去哪里？你知道当过公务员的，其实很难做别的事儿啊。然后呢，要留下来之后呢，我想到明天我都害怕。像这样子的情况，在公务体系里面非常多。其实我们在做过新闻工作的时候，也看过很多了。这一次如果不是发生在呢劳动部，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有2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需要稍微调整。第一个，它不是洪仲丘事件，洪仲丘事件没有部。那个部是想象出来的，洪仲丘事件只是一开始我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洪仲丘事件你事后去看，它从头到尾，其实军方在处置上面呢没有刻意的隐瞒遮掩，洪仲丘不是被虐死的。洪仲丘呢，就是大家呢一样都关紧闭，出操上课的时候，退伍前1个月的时候，你就是撑不住嘛，也没有特别虐你啊，然后呢就走了。但是之后呢，还成就了呢洪家的一世英名。可是呢，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要把它跟洪仲丘事件做类比是不对的。第二个，台湾的劳动部，民进党在执政的崛起的过程当中，有3个部会是民进党的主场部会，一个是呢卫生署，因为大部分的医生都是绿的；一个是劳动部，劳动部长时间在街头，1000万的劳工呢是民进党拼命的去做呢滥情的民粹诉求的主要的对象，劳工是我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听了之后你会感动，也会觉得肉麻。好，第3个呢是教育部。教育部呢，长时间呢是搞政治正确，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发现呢，要去质疑这个政府呢，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你会碰到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你没有发现台湾的深层政府的问题比美国更严重吗？许多问题最后都会碰到一个政治正确。当你政治正确的时候呢，每个人呢就守在那个政治正确上面，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好像呢都可以。台湾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如果今天对台湾的行政部门政治的本质的理解，只是在某些的人士他是谁的人，谁跟谁在斗，你永远呢走不出那个困境。台湾的政治正确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它不是谁是局外的人问题，而是民进党为什么给大家一个长时间碰到成局的时候就大局为重。今天他是监察院院长，牵涉到公务员的问题的时候，监察院长不能动吗？当然可以动啊，可是你认为动会有用吗？就大家不相信你，因为循着这条的体系上来的每个人。在公家机关里面，谁是谁的人，不会挂在嘴巴上面讲的。都是棒子的皮好，你品汤子的，你就知道了。我走在旁边呢，走过去，我闻一闻之后，都知道这个是谁的人，那才是家在行政体系里面的真正的决定了人脉的本质。那些呢都不要装，你也不用出来否认，你也不用承认，在你那个系统里面，你凭什么是这样子上来的？大家是怎么看你的呢？那个呢是最关键的。好，今天呢，因为是劳动部，它会造成了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呢劳动阶级呢非常的沮丧。本来是一个保护了劳工的单位，本来是劳工受委屈之后呢应该申诉的单位，结果发现在里面的劳工呢比我们在外面的更惨。但是你今天行政部如果不是牵涉到成局，我也不相信会总统道歉、院长道歉、部长要请辞，不会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你不做还没关系，除了前后矛盾之外，大家不了解，就是在过去死过这么多的人，我也没看过你这么大的动作啊！是过去的人命比较不值钱，这位吴姓的员工特别值钱吗？不是，就是这位原姓吴姓员工很可能的就是把那个深层政府里面的那个政治正确给拖出来练了。当你良心要晒太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有多黑了。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官呐、官字2个口，现在怎么样说好像都很有道理，都非常的利益良善，而且呢都非常的有愿景、有目标，画给我们一个好大的饼、好大的图。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当何佩珊呢，他第一时间发出来劳动部的这个文章，哇，里面有太多其实蔡英文以前用过同样的话，但最后
真的有改善吗？我们先进广告。